那从狗嘴里夺食，再温顺的狗，怕是也要呲牙的呀。如今 RCEP 已经生效，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是中国世纪的曙光的出现。客观规律会碾压一切试图违抗它的人，就算强大如美国，也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米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为亚太贸易建了新群，美国为什么不参加？新年伊始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一个报道的标题：中国与其他的亚太国家启动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仍在一旁观望。报道中说签个有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这是中国联合其他14个亚太国家共同建立的自由贸易协定，有望取消15个成员国超 90% 的贸易关税。RCEP 的核心呢，当然是中国。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和货物输出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服务业贸易采购国。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呢，中国早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从其他国家大量的输入原材料、零部件和配套设备，这是 RCEP 能够落地生根的主要原因。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总体上还是一个实体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呢，能够找到丰富的产业合作机制，大家一起赚钱。这也是 RCEP 能签订下来的主要原因。但是美国为什么不参加呢？很显然，美国不会加入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贸易协定。这不仅仅是个面子问题，而且还因为实体产业的平等合作与当今美国的经济运行模式是格格不入。美国如今的实体产品呢，出口只剩下了2个大类比较突出，首先是集成电路、高性能的航空发动机和军火，其次是石油天然气这样的资源型的产品。集成电路，美国已经禁止向中国出口了。航空发动机的市场的规模很小，军火不适用于自由贸易规则，所以美国如果加入一个中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就变成了纯粹的资源输出国，这对一个超级大国来讲，情何以堪呢？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和印度的处境有一定的相似性。印度自身产业薄弱，制造业能力低下，加入 RCEP 之后会更加依赖资源型的产品的出口，所以呢，印度经过10几年的纠结，最终拒绝了参加 RCEP。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的执政集团虽然不肯承认这个道理，但心里面是很清楚的。其他国家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 RCEP 的几个主要签约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都是美国军事同盟的核心成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是无眼成员，澳大利亚甚至是新建立的核心反华联盟阿库斯集团的成员。在其他签约国里面呢，新加坡、泰国也和美国有着紧密的军事同盟的关系，这样的身份都没能阻止他们加入 RCEP， 充分证明了人家也是要恰饭的。美国的军事盟约，甚至是金融和货币的操纵，都无法解决这些国家的日常经济运行的问题。只有和中国合作，加入中国主导的贸易协定，才能给这些国家提供充分的经济发展机会，执政党才有希望继续干下去。美国既然自己选择了退群，不参加亚太经贸圈的合作与规则制定，那么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吃饭，自然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跟着中国的节奏走。美国人就算心里再不高兴，但拿不出真金白银的好处来，也无法温暖这些盟友也是狼友们的心呢。美国不仅拿不出什么好处来，相反还要从澳大利亚手里抢生意。在澳大利亚的企业被中国制裁的这段时间里面，美国的企业在煤炭、葡萄酒、牛肉等多个市场上积极向中国出口，取代了澳大利亚企业的地位。那从狗嘴里夺食，再温顺的狗，怕是也要呲牙的呀。如今 RCEP 已经生效，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是中国世纪的曙光的出现，客观规律会碾压一切试图违抗它的人，就算强大如美国，也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